乌军空袭马里乌波尔国际机场，摧毁俄军 S-300V 防空综合体。俄军在沃夫昌斯克投入的4个新旅要被团灭。罗斯福号接替艾森豪号航母赶赴中东，加入繁荣卫士护航行动。斯洛文尼亚大兴5倍，法国和荷兰的国防集团成最终赢家。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北约峰会结束，乌军继续打击俄境内以及被占领土上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结合多方消息，前线战斗虽依然激烈，但有所进展的地区却只有恰索夫亚尔和托雷茨克。在恰索夫亚尔，俄军目前已从东面推进到河岸处，但却是这数月以来所取得的唯一战果。值得一提的是，在运河东岸保卫战中，有8位来自第225独立突击营和第223海军陆战营的乌军英雄，在受伤和被俄军包围的情况下，与俄军在运河沿岸的一片森林中苦战了70天。唯一的补给方式是通过无人机来运送弹药、食物和水。也正是有了许多像他们这样的乌军士兵，才保障了即便到如今，恰索夫亚尔仍在乌克兰的控制之下。目前这8位英雄已经顺利撤出，并轮换到后方休养。在新热点的托雷茨克方向，俄军部队正向皮夫尼奇内南部、纽约村中心以及亚历山大洛皮尔以东推进。目前俄军已经占领了纽约村约 30% 地方，正在进攻西侧的高地，而乌军则在沃夫查河、卡泽尼托雷茨河以及比霍克河的天然屏障线上集结，以建立新的防线。或许正如火力军此前预测一般，俄军最终目标是侵占纽约村以及周围叶夫海尼夫卡、新沃谢列夫卡、佩尔西村以及萨利多夫等较大城镇，从而对波克罗夫斯克发起进攻。往南走，据 X 平台流出的视频显示，7月12日早上，乌军成功袭击了马里乌波尔国际机场，且摧毁了俄军一套 S-300V 防空综合体。城市周围的多个地点都可以看到机场上空升起了浓烟。S-300V 系统所配的导弹最大射程为75公里，与美军的爱国者类似。较晚生产的 S-300V 还具备拦截短程弹道导弹的能力。S-300V 所配备的防空导弹均储存在发射筒内，每套发射装置配备4枚导弹，且均有独立的指示雷达。乌军此次的打击恐怕依旧是破坏俄军能用的机场和防空系统，为 F-16 入场打基础。目前已有消息称 F-16 战机已在敖德萨地区出现1周多了。至于局势已定的哈尔科夫，俄军事博主阿纳托利·拉多夫承认，哈尔科夫的俄军处境正在严重恶化，尤其是在赫里伯克附近。乌军在过去几周一直在进行反攻，俄军正在逐步撤退。德国少将克里斯蒂安·弗洛伊丁也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俄军在哈尔科夫的进攻已经停止，其通过延长战线来过度扩张乌军防线的战略意图失败了。且据最新消息传出，俄军为了守住最后战果，又看到乌军对国料厂的轰炸力度正在降低，就又向沃夫昌斯克投入了4个不健全的新旅。但俄军不知道的是，这极有可能是乌军的请君入瓮。而且据航空周刊与太空技术的网站报道，美国空军已经启动名为增程攻击弹药的项目，为乌克兰开发射程远、成本低、可快速部署的航空弹药。据悉 ERAM 弹药早在今年1月，美国空军就已经进行了 RFI， 且有16家公司参与。时隔半年，美国空军再次发布了 ERAM 弹药的 RFI。 据最新的 RFI 显示， ERAM 弹药将分阶段采购，首要目标是研发原型弹，并在此基础上改造现有的商用、自主化、模块化、开放式架构飞行器，使其能够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远程打击。而根据今年1月的初步需求， ERAM 弹药将是一种227公斤的弹药，配备可对付包括装甲车在内的杀伤爆破弹头，其最低飞行速度需要达到 0.6 马赫，射程需超过460公里。虽然 RFI 中并非明确说明 ERAM 是否需要动力推进，但要求其能在无 GPS 导航的情况下精确打击目标的能力，打击精度要控制在10米范围内。届时，俄军的有生力量将面临致命打击。事实上，除了 ERAM 弹药外，美国国防部还同时进行着多个研发项目，且都是在开发低成本可由飞机搭载的新型弹药。如美国海军今年稍早发布的多任务可负担能力效应器，这款弹药的有效载荷为34公斤，价格相对低廉，体积小巧，一架 F-35C 战斗机的弹仓就能够携带4枚。此外，在针对俄本土的打击中，据法新社7月13日报道，当天乌军出动无人机对俄本土罗斯托夫地区发动袭击，
导致当地一家油库发生爆炸起火。报道显示，袭击地点距离俄乌前线交战线有数百公里的距离。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也在13日宣布摧毁4架乌军无人机，2架在罗斯托夫州，1架在比尔哥罗德州，剩下的1架则是在稍微偏北的库尔斯克州。近几个月以来，乌军经常对俄本土发动无人机袭击与破坏行动，目标均是俄罗斯军事资产、炼油厂以及工业设施。截至6月底，俄本土已经有30多处炼油厂、油库成为乌军袭击的目标。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对峙也有了结果。在上个月，乌克兰向白俄边境增派部队，部署了包括 M777 榴弹炮在内的大量重型装备。为了做出回应，白俄罗斯同样调动部队，将边防部队与乌克兰方面以及第56防空导弹团在内的陆军部队同样部署在边境地区。如今，这种对峙有了结果。当地时间7月13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乌克兰已从乌白边境地区全面撤出此前部署的武装部队与增援部队。在此背景下，卢卡申科也表示，已将临时部署在南部边境的作战部队撤至常驻地点，包括边防部队，避免进行任何不必要的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称，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6月下旬在釜山与韩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了跨国多领域联演后，已于7月12日抵达美军第5舰队辖区，并在印度洋与印度海空军进行了联合演习，借此加强了美印双方作业的互通性。接下来，罗斯福号将前往中东水域，加入美国主导的繁荣卫士护航行动，以保护红海与亚丁湾货运商船的航行安全。而被接替的艾森豪号航母打击群从去年10月14日起航，中间历经2次延长部署，终于在6月底离开了红海水域。而艾森豪号航母打击群搭载的4支战机中队已于12日飞返美东欧西安纳海军航空站。艾森豪号与神盾巡洋舰菲律宾海号也将回到母港诺福克基地。另据美国星条旗报12日报道称，五角大楼上个月宣布增援中东美军的2栖突击舰胡风号，目前已抵达希腊克里特岛索达湾。在稍作休息后，其将继续前往中东水域，加入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行列，以确保中东水域的航运安全。据中时新闻网报道，斯洛文尼亚已和法国的国防领导人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以参与欧洲联合采购，其中包含新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和装甲车，如 KNDS 的155毫米凯撒轮型自走炮和欧洲导弹集团制造的西北风便携式防空导弹等。斯洛文尼亚政府强调称，这份意向书的签署将为斯洛文尼亚军队采购并引进全新的武器系统，其计划从欧盟获取资金，以便与其他成员国一起打造联合军事能力。此外，斯洛文尼亚总理戈洛布7月10日还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计划为武装部队采购芬兰帕特里亚集团制造的新装甲模组化载具 AMV XP 8轮装甲车。据悉，该合约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敲定。7月13日，捷克总统彼得·帕维尔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参加讨论时，分享了通过捷克倡议向乌克兰运送炮弹的细节。据悉，捷克倡议整个计划在2024年2月提出，有多个国家加入倡议。至今年年底，捷克将至少提供目标150万枚炮弹的1/3，且这部分炮弹的资金目前已经筹集完毕，其中18万枚炮弹资金由德国提供。目前，首批5万枚炮弹已于6月底已运抵乌克兰。第二批5万枚炮弹将于7月和8月运抵乌克兰，而从9月开始至2024年底，每月将运送8万至10万发炮弹。捷克希望通过捷克倡议为乌克兰提供150万枚炮弹，加上其他国家提供炮弹以及乌克兰自产炮弹，乌军下半年的炮弹将变得充足，进一步缩小与俄罗斯炮弹的差距。此外，7月12日，德军乌克兰局势中心负责人德军少将克里斯蒂安·弗洛伊德通过德国电视频道宣布，此前承诺宣布援助乌克兰的100枚爱国者导弹已经全部交付完毕。这100枚爱国者导弹将与抵达的 F-16一起，成为乌克兰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7月4日，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对外宣称，已在印度生产3枚 BM-17芒果穿甲弹。据悉，该穿甲弹总重为20.4公斤，口径为125毫米，
它的初始速度高达1700米每秒，能够产生7.1兆焦的枪口能量，主要用于穿透配备先进复合装甲的装甲车辆。它可以在2000米处以60度角穿透230毫米的标准钢，这是现代战场上的一项关键能力。最为重要的是，它能够与俄罗斯制造的 T-72和 T-90坦克兼容，而这两款坦克如今是印度陆军的主力，目前大量存在于印度军火库中。印度现已计划在本土建厂，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芒果穿甲弹的本地化。据相关媒体报道，1周前，希腊海军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导弹演习，其中包括鱼叉导弹和飞鱼 Block 2导弹变体。据悉，希腊上一次发射鱼叉导弹还是在25年前，而此次鱼叉导弹发射的原计划其实早在几年前已经进行了，但是却因为某些原因一直被推迟。这次演习的鱼叉导弹配备220公斤高爆弹头，射程约150公里，撞击时会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至于发射的飞鱼 Block 2导弹变体，它能够携带165公斤弹头，射程约为70公里，可以在接近水面2米处飞行，以避开海军的雷达侦测，拥有更前的突袭能力。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希腊一直都希望能够拥有足够强的军力来保护自身利益。据已知消息，目前希腊海军正在进行大规模升级，而发射鱼叉导弹或许正是其在展示现有军力。据多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开发的第6代隐形无人机苏霍伊 S-70原计划于今年年初开始生产，但受俄乌战争影响，该计划一直延误至今。据悉 ，S-70借鉴了米高扬斯卡特的设计原则，并整合了第5代苏57战斗机的技术。它可与苏57协同作战，增强雷达和目标指定能力，允许在敌方防空系统之外使用远程武器，包括250公斤、500公斤和1000公斤的制导和非制导导弹，以及各种空对地和地对空导弹。俄罗斯曾在2019年公开过 S-70的首飞视频，它的最高时速可达1000公里，续航里程高达6000公里，可自主执行各种高难度任务。俄罗斯军方表示，考虑到乌克兰大量使用无人机的策略，俄罗斯将加快自己的无人机计划，重点强调了 S-70强大的隐身能力和载荷能力，在未来战场中将会有奇效。但许多航空专家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目前俄罗斯还在努力完善第5代隐形战斗机苏57，现在就已经对6代机计划实施落地，这种行为纯属异想天开。一个尚不具备成熟5代机的国家，根本没资格谈论6代机。据英国金融时报7月2日报道，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开始打破行业禁忌，频繁向国防工业供货。发动机制造商巨头多伊茨公司优先公开表态，将寻求与军方达成协定，为德军制造先进坦克动力系统。随后，诸多中小型企业纷纷效仿，例如零部件企业哈维液压有限公司和激光制造商特伦普夫公司，均已将军事合同纳入视野。其中，哈维液压公司首当其冲，目前已经取消了对国防订单的禁令。该公司总裁卡尔霍伊斯根表示，俄乌冲突推动了欧洲各国增加军费开支，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发展军工领域，现如今德国工业布局呈现重组的趋势，传统的民用制造能力正在无缝衔接至军工领域。据战区7月8日报道，近日美国对外宣称将继续推进哨兵洲际弹道导弹计划，作为下一代的洲际导弹，哨兵导弹将取代现有的民兵3洲际导弹，继续维护美国核3位一体的整体力量。美国现已有400枚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于1970年开始陆续服役，至今已经50多年。对于洲际导弹这种战略性武器来说，服役年限实在是太久了。尽管美国已经对其做了延寿处理，但是其固体火箭机、制导装置、助推器等关键子系统的老化趋势不可逆转，整体故障率大幅提高，可能会存在发射失败的状况。据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测算评估，如果继续翻新现役数百枚民兵3洲际导弹，要比开发哨兵导弹更加费钱费力。
但事实证明，哨兵导弹的研发计划也没那么容易。美国曾公开声明，力争能够在2030年代内从民兵3洲际导弹过渡到哨兵导弹。然而，据美国军备控制报道显示，截止到2024年1月18日，哨兵导弹的成本将比预期高出37%，建造和部署时间也要延期约2年。哨兵系统的每单位成本最初预算为1.18亿美元，现在估计为1.62亿美元，预计未来10年的总计划成本约为1200亿美元，远远高于估计的960亿美元基线。7月8日，据战区报道，美国空军再次宣称，哨兵洲际弹道导弹计划的预算已经增长到80%以上，达到近1410亿美元。哨兵导弹的单位成本也涨到了惊人的2.14亿美元。迫于巨大的财政压力，目前哨兵计划的整体进程已经落后于原计划数年。美国空军表示，哨兵成本的增长主要与现有导弹发射井和其他发射以及指挥控制基础设施的升级有关，而不是导弹本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美国相关法案，当项目单位成本比当前基线高出15%时，该项目就属于重大违规；高出25%时，就属于严重违规。目前哨兵计划就已经属于严重违规。而五角大楼在已知存在成本违规的情况下，依然做出继续推进哨兵计划的决定。目前，美国空军正在重组哨兵计划，对相关核企业进行了重大改革，包括成立了一个新的核监督委员会，并建立一个专门的洲际弹道导弹项目执行办公室。据自由时报7月9日报道，菲律宾多次向以色列阿尔比特公司采购了大量被称为铁刺的精准导引迫击炮弹，且菲律宾媒体先前有过报道，早在2022年时，菲律宾就从该公司购买了15辆 M125A2 炮车，现已编属菲律宾陆军精锐机械步兵师。据悉，这款铁刺可混搭 GPS、惯性和半主动激光3种导引模式，并能够在终端选择以顺发、迟发、进阶引信3种方式触发引爆。其曾在去年以哈战争中痛击了哈马斯阵地，是经过实验验证的先进弹药。至于 M125A2 炮车，它配备有120毫米迫击炮系统，整合惯性导航、弹道计算机和战管系统，能够与无人机、搜索雷达等感测器联动。它的最大射程为7000米，最高射速可达每分钟16发，能够与铁刺实现完美结合。据中时新闻7月8日报道，美国海军正式从巴斯钢铁厂接收了最新的巴西龙号。该舰于今年5月开始在海上试航，后经一系列严格的海上测验，已达到服役标准，预计年底入列。巴西龙号属于伯克级驱逐舰，可进行防空战、反潜战和反水面战，以及执行各种水面任务。据美国媒体报道，该战舰是以美国海军陆战队炮兵巴西龙的名字命名。巴西龙曾在太平洋战役中大放异彩，后又战死在硫磺岛。鉴于巴西龙的英勇事迹，美国海军最终决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最新的驱逐舰，也就是这艘巴西龙号。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俄乌战场接下来的动向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